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向美方明确提出中美关系3条底线，其中就包括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外交部周二表示，中美天津会谈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了解。外界分析认为，此次中方在会谈中不仅做到了平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上了一课。对于后续的中美关系，外交部强调，希望美方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一下午在天津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王毅表示，美新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出现上述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企图现在不可能实现，将来更不可能实现。王毅指出，为管控好双方存在的分歧，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乃至失控，中方向美方提出了3点基本要求，也是中方坚守的3条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方敦促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实施的所有单边制裁、高额关税、长臂管辖以及科技封锁。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反疆独、反藏独、反港独是大是大非问题，台湾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奉劝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慎重行事。美国外交包括对华政策建立在美国独特基础之上，这一点呢，要进行改变很困难。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要在对华政策中间，严格遵守我们给它限定的3条底线的话，很困难。这也预示着，美对华政策未来冲突色彩还会更加浓厚。据新华社报道，舍曼在与王毅的会谈中表示，美方无意限制中国的发展，也不想遏制中国，乐见中国实现发展。双方可以开展良性竞争，在应对气候变化、禁毒以及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进行合作，增强危机管控能力，避免发生冲突。美中作为2个大国，即便有分歧，也可以通过负责任方式进行沟通和讨论。舍曼重申，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在对华外交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说和做不一致的这样的一种毛病。美国这样的一种表面上说不遏制中国，而实际行动中间又是遏制中国的，而且呢对中国周边所有的国家进行一个选边站队的一个拉拢，这样的一个作为，最终导致的不仅仅是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更重要的是会导致区域的分裂和对抗格局的出现。美国国务院发声明称，会谈中，舍曼向河南极端降水的遇难者表达美国诚挚的慰悼。舍曼强调，美国欢迎与中国激烈竞争，但不寻求双方冲突。同时，舍曼还提到香港、新疆及西藏议题。美国国务院此后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一名资深官员说，舍曼与王毅、谢锋2人的会谈坦诚、直接，有时艰困。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一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证实，中美天津会谈的议程并未谈及中美领导人会面。普萨基说，我们期待有机会进行接触，但在本次会议中并没有谈论到，那也不是本次会议的目的。微信公众号玉渊谈天撰文称，从内部人士获知，会谈是由美国在5月份最先提出的。谁曾想，美国之后就揪着来与不来加戏，一直强调与中国外长会见，竭力营造中方很重视这场会见的氛围。实际上，与美方正式会谈的是谢锋，会见舍曼的王毅最近行程满满。这次在天津原本有其他的外事活动安排，见舍曼只是礼节性的流程。访华，中国一直静观其变，而美国嘴上扭捏，身体诚实。对于舍曼此次访华整体评价，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表示，舍曼此次天津之行是继安克雷奇对话后，中美间又一次重要外交沟通。尽管舍曼女士只停留了24个小时，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与其会见，谢锋副部长与其会谈的时间加起来有6个小时。应当说，双方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
相互了解。回顾整个中美天津会谈，中方立场得到有力宣示。周一上午，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同舍曼会谈时就批评美国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下午，王毅会见舍曼时明确提出防止中美关系失控的3条底线。王毅此前还表示，如果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如何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那么我们有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给美国补上这一课。赵立坚周二强调，外交中有分歧和交锋不足为奇。双方都认为会见会谈是坦率、深入、建设性的，都认为中美保持沟通非常重要，双方需要开展更多开诚布公的对话。此外，在周二记者会上，有法新社记者就秦刚副外长是否于今天前往美国担任新驻美大使提问求证。对此，赵立坚回应感谢关心，称将适时公布有关消息。外交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认为，中方在这次会谈中不仅占据了主场，更占据了主导。中方在会谈中不仅做到了平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给美国上了一课。这表明中方对与美国打交道态度的一种重要调整。中方在对美政策方面将会更加直来直去，直接坦率地与美方谈我们的核心关注，对于纠正美方在涉华政策处理中间的模糊认识是有帮助的，从而使得美方在对华政策处理中更加谨慎，更加多的去考虑好中方自身感受。德国新闻电视台的分析也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在对美政策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中国常常在美国攻击中国后才采取回应。但是这次中方的做法明显和过去有所区别。分析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如果美国依旧采取强硬政策，中国也将奉陪到底。美方毫无疑问会对新产生出来的这个中国对美外交的一些新的现象进行重新的评估很可能美国在对华政策的内部评估方面要基于舍曼这次访华所得出来的感受进行矫正，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奢望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会因舍曼对华的这次访问而改变，这是不可能的。尤其让外界震动的是，中方在会谈中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错误的清单，另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这被认为是中方史无前例的举动。香港南华早报认为，这是中方首次为中美关系画下红线，并明确向美方提出修复关系的补救措施。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北京简报会上，美国资深官员不愿直接回应清单话题，但强调舍曼将这些议题都很实质又有建设性的提出了，而这样的讨论是很健康的。跟美国拉清单，那么美国毫无疑问是很不适应的。美国对外交往中间，往往是美国给其他国家拉清单，而这次他们很不习惯的看到中方在向美方拉清单，这样拉清单的这样的一种对美外交实际上呢，也有助于美方关注于中美关系中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产生结果导向的成果，从而使得中美关系的种种的障碍能够逐渐的被清除。对于中方后续如何展望此次访问后的中美关系，赵立坚周二表示，中美关系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希望美方改弦易辙，选择与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平共处。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两国是好事，对世界也是福音。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有外媒解读中美天津会谈充满火药味，但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谈得很深很透，增进了相互的了解。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后中美关系走向？对王毅划定中美关系3条底线，您又如何解读呢？主持人好，这次中美天津会谈呢，我们既要看到激烈的争斗，也要看到呢双方能够坐下来坦诚对话，双方呢都开出了具体办事的清单，说明呢
中美关系呢还是有希望回头。我们先看双方的共同点，中美呢都认为天津会谈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外交上呢也有时呢也把话说到家，反而呢会激发双方呢都三思而后行。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双方呢都表示不希望进行激烈冲突。王毅说呀，这个中美双方谁也取代不了谁，谁呢也打倒不了谁。中美关系的前程呢，就是应当通过对话找到一条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呢和平共处之道。如果呢能够互利共赢，当然就更好。舍曼说呢，有一些事情呢超越具体的分歧是大国全球性的责任，不希望呢竞争转变为冲突。天津会谈呢还有一个细节是，美方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呀，这个舍曼呢是私底下呢表达美国的关切，这个姿态呢显得比较低，可能呢是美国意识到呀这中国不好惹，那么先恢复正常的对话再说。一些观察家呢也认为啊，尽管这个中美天津会谈充满了火药味，但是呀，这个中方呢既然已经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就表示呢有意愿同美国坐下来解决问题。美方呢也提出在气候变化、朝鲜问题等这个领域需要合作，那么就可以说呀，这个两国呢已经迈出了协商的第一个小步，甚至可以说，这个互有所求的两个国家呢，已经借着天津会谈开展了新阶段的磨合期。当然呢，我认为啊，这个中美关系能否转换呢，关键呢还是要看美国呀能否对中国提出的三条底线严肃对待。当然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啊，中方所设定的三条底线清楚地向美国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这或许呢有助于两国呀找到防护栏，以避免呢日后激烈竞争会演变成冲突。好的，谢谢陈平先生以上的分析，也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再来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周二下午，香港高等法院对香港国安法首案进行裁决。法官裁定被告24岁香港男子唐英杰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恐怖活动罪成立。案件押后到周四上午10点处理，听取被告求情。香港国安法落地1年有余，首案判决影响几何？又将对未来类似案件的审理和量刑提供哪些参考？来看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案发在去年7月1号，被告唐英杰在湾仔驾驶插有违反国安法的非法标语旗帜的摩托车撞向警员，违反了香港国安法，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那我们早前呢，其实也一直跟进整个案件的审讯过程，有一些细节值得关注。那原告曾经指出，被告是4度驾驶电单车冲向警方的防线，明显是针对警员危害治安，而且认为被告在公众场合驾驶插有非法旗帜的电单车，明显是有政治的目的。而被告的专家证人包括几位大学教授就声称，标语口号有多个解读的方法，并不一定就是推翻政府。不过，法官今天下午准时开庭之后，一上来的陈词就表示，裁决的考量正就包括了标语是否含有政治诉求的因素。因为当时被告自己知道口号就是带有分裂国家的意思，当他展示旗帜口号的时候，就是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煽动他人分裂国家。那法官还进一步强调，口号是被告当时提倡的政治理念，而且故意冲向警方，刻意挑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又说被告的行为涉及到严重的暴力。被告做出有关的行为是想威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的目的。再翻开我手上这一份62页纸的裁决书，那几个章节呢，其实包括了被告唐英杰触犯的罪行、审判当中的争议、证据以及对证据的评估。而这厚厚的一本裁决书当中有1/3的内容呢，是列出了被告犯案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第一宗国安法案件的判决，界定了哪些字眼是具有分裂和煽动的元素，和接下来发表类似的口号的案件都有直接的关系和重要的量刑参考。像是谭德志、戴耀廷等人的案件等等，所以星期四的判刑也非常的关键，我们也会持续为您跟进报道。负责此案审理的是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彭宝琴、杜丽冰与陈嘉信，这也是香港高等法院首次在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指示下，不设陪审团之下初审刑事案件，由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审讯以英语进行，历时15个工作日。而此次庭审过程中，争辩最大的焦点之一是控方引述一份专家报告解读所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的意涵。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在这份控方专家报告中指出，时代革命意思是利用不同方法改变政权和社会系统，借此改变时代，其中包含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制。光复香港意思是香港沦陷敌人手中，需夺回香港，其中包含不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视中国为香港的敌人。特区政府也曾在去年案发后隔天发表声明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在今时今日是有港独或将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离出去，改变特区的法律地位或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因此，刘志鹏认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作为香港政治语言，必然是为了将香港由中国分裂出去。刘志鹏还指出，该口号由前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梁天琦参加2016年立法会补选时提出并使用，而其意涵在2020年并无改变。他在报告中还引用了香港警务处一份统计光时口号出现在示威现场次数的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6月9号至2020年7月1号期间，有218天的示威活动中出现了光时口号。而辩方律师则引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共同撰写的报告，狡辩称该口号存在多种解读的可能，与香港独立的含义之间并不存在密切关系。但法官在周二裁决时明确表示，唐英杰展示相关旗帜，有意图将分裂国家的意思传递给其他人，有意煽动他人分裂国家，是想威吓公众以达到政治目的。同时，他驾驶电动车冲向警方，也是刻意挑战代表香港法治的警察，行为涉及严重暴力，是危险活动，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给社会带来严重伤害。恐怖活动罪呢，这个争议性不大。因为他是冲撞了多名警察，他是不针对特定的某一个警察。第二项，关于这个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这个当时在法庭上呢，控方和辩方进行了质证，社会各界对这个关注也很大。因为其他的一些案件呢，也涉及到这个对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标语是否有港独的这个内涵所以他对同类型的案件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口号，标志性的标语，实际上它起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种煽动、动员召集这样的一种政治效果。最大嘅意義就係從此光時呢個口號呢，係確認咗有呢個分裂國家嘅意味。而普通法係講究呢一個案例嘅，有咗呢個案例之後呢，咁佢哋就好難有呢一個翻盤嘅機會啦。去年7月1號被捕後，作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第一個被檢控者，唐英傑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0條、21條及第24條，面臨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2項指控。被捕5天後，也就是去年7月6號中午，唐英傑剛從醫院出來就坐着輪椅被推進了西九龍裁判法院過堂。特首委任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指定法官之一，總裁判官蘇慧德當庭宣布，案件押後至10月6號再審，另鉴於犯罪嫌疑人案情嚴重，拒絕被告保釋。這也被當時的香港輿論界普遍視為過往在香港處理國安案件時，港警抓人、法官放人的司法怪圈正被有效打破。同年10月6號，被告唐英傑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總裁判官蘇慧德應控方要求修訂控罪，並將案件轉至香港高等法院審理。同年11月16號，香港國安法正式移交香港高等法院。值得注意的是，代表被告唐英傑的大律師為時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戴啟思。業內人士紛紛議論稱，一名餐廳服務生能請到收費高昂的星級律師團隊親自出馬辯護，似乎說明香港國安法所帶來的香港法律體系、法律環境的變化，實際上已在香港業界引發了一場重磅級的較量。今年6月7號，該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提訊，唐英傑被加控一項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成為唐英傑原被控的恐怖活動罪的交替控罪。所謂交替控罪，即檢察官以較嚴重的罪行指控被告人的同時，也指控另一罪行元素相近但較輕的罪行，以確保被告人不會因證據不足而完全脫罪。
根据香港国安法，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情节严重者，最高可被判10年监禁；恐怖活动罪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终身监禁；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最高罚款5万港元，监禁7年。但此次因被告唐英杰恐怖活动罪被裁定有罪，作为交替控罪起诉的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务需处理。李小兵告诉记者，作为香港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生效之后首宗被控涉嫌违反该法的案件，唐英杰的公正裁决不仅能起到为公众事宜定分指征的作用，还能为接下来其他国安法重要案件的审理提供重要参考案例，从而有效推动案件审理的效率。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被称为是国安法的第一案，大家就是要看那么国安法对这样的行为能不能进行打击？实际上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心，也是香港由乱而治是有希望的，对广大的社会民众也能够产生一种指引的效果。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是要受到惩治的，实际上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定分指征那么消除了社会各界的这样的一些误读误解让类似的一些案件的审理，实际上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周二表示，至今已有超过130人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其中超过一半已被检控。不少昔日的港独势力领头羊四散败走，危害国家安全的滋事分子也大为收敛。评论认为，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1年多以来，香港社会由乱及治的转变历程表明，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极少数人来说，国安法是高悬的利剑；对于绝大多数香港居民，包括在港外国人来說，這部法律是保障權利自由和安寧生活的守護神。接咗落嚟，我哋要值得關注嘅呢，就係35家嘅案件，因為光時間好好確認咗係有分裂國家嘅意味之後，跟住35家嘅案件呢，就會確認究竟表面上運用基本法裏邊嘅權利，即係話否決財政預算案，算唔算係違反國安法？記住喺表面上，佢哋係無差別地否決嘅。香港廉政公署周一落案起诉反中乱港分子戴耀廷、叶剑清、石守正，称其于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前，曾分别通过电台节目、记者会及社交媒体向选民介绍一项投票计划，以实现过半数当选议员均来自某特定群组的目标。为宣传该计划，戴耀廷等3人以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之选举开支代理人的身份，分别在2016年8月9号、9月2号及4号于《明报》及《苹果日报》各刊登了3则广告，招致选举开支共逾25.3万港元。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介绍，戴耀廷等3人被控4项在选举中作出导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罪名，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231条。3人将于本周五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一旦罪成，最高可判罚港币20万元及监禁3年。发言人还提醒公众，只有候选人或候选人书面授权为其选举开支代理人的人士，才能招致选举开支。廉政公署已陆续为即将举行的选举推出相应的宣传教育计划，提醒候选人、选舉代理人及選民必須遵守相關法例。呢件案件呢，就係其實2016年發生，佢今日5年嘅啦。咁而家先至作出檢控呢，證明嗰個調查呢係相當冗長。亦都講埋呢，其他相關國家安全或者2019年黑暴嘅案件呢，亦都係拖得太長。香港嘅法院呢，實在要改革，點樣加快嘅速度。香港係行普通法嘅，英國係普通法嘅鼻祖。2010年倫敦發生暴亂，大概年半時間度呢，所有案件已經審理晒。其實香港嘅司法界係值得參考。現年57歲的戴耀廷目前仍因組織策劃去年反對派非法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在押。號稱亂港軍師的戴耀廷，從2014年的非法佔中到前年的修例風波，凡是禍亂香港的事情都少不了他的參與。曾任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他，不僅知法犯法，還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企圖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礎和社會穩定。
中美天津会晤后，白宫发言人指出，华盛顿方面并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且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联盟。但美国被指针对中方的外交动作频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抵达印度，将于周三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及国安事务秘书多瓦尔会谈。美国防长奥斯汀目前也正在东南亚访问。美外交安保高官在亚太密集访问，其议程有多少中国因素？各方密切关注。来看报道。白宫发言人近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基本利益问题上存在较为尖锐的矛盾，但白宫依旧希望舍曼的访问能够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做出贡献，从而恢复两国间正常邦交。华盛顿方面并不希望与中国为敌，且并不打算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联盟，因此美方希望两国能够在现有问题上互相让步，以维持世界政治的稳定。就在白宫宣布所谓不建立反华联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抵达德里，开启对印首次访问，将在周三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及国安事务秘书多瓦尔会谈。他先前表示，将寻求加强美印在经济、军事以及能源等领域的协作，并巩固传统盟友关系。今年3月，美国防长奥斯汀曾对印度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称在印度是美国在印太地区行动的支柱。布林肯还意有所指地声称，美方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印度捍卫共同价值观、保障领土完整的决心。同时，他还表示，印度作为当今世界人口最为庞大的超级大国，与美国在维护地区安全、抗击疫情上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将为印度在2022年底前提供10亿剂次的疫苗和大量防疫物资，以应对新冠疫情。首批300万剂次将在8月前交付，以缓解印度国内的紧张局势。根据美方发布的行程介绍，布林肯还将拜会印度总理莫迪，不过在印方的简报中却没有提及这个安排。分析认为，双边关系、印太地区问题、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安全局势、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合作将是双方重点讨论的议题。此外，布林肯此行还可能与印方协调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峰会的可能性。该机制被普遍认为是用来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也有印度媒体分析称，布林肯此行有可能与苏杰生商定本年度印美外交与安全2+2对话的有关事宜。印度时报披露称，尽管布林肯此次印度之行的双边和多边战略议题非常多，但他仍将借机向印方建设性地提及人权和民主等问题，包括近期在印度政坛和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的飞马间谍软件滥用问题。印度商业标准报报道提到，在布林肯访问印度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正对中国进行访问，而且布林肯还在舍曼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后，致电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强调美日同盟对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繁荣的重要性。美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正在组建由盟友和伙伴国组成的对抗中国阵线。报道援引美方不具名高官的话说，我们的很多努力实际上是为了塑造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与盟友和伙伴国一道应对来自中国的胁迫及与我们的集体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相悖的活动。印美自特朗普政府时期显著走近，双方在防务、安全等领域不断强化合作。印度甚至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参与者。但熟悉印度的外交政策的分析人士表示，印美关系实际暗藏隐忧。他认为，印度近年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之所以突然得到提升，无非是因为印度的地缘位置及该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能够满足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需求。但印美关系并不像表面所展示的那样强大。该分析人士说，除在民主、人权等传统议题方面遭到美国反复敲打外，印度格外关注的拓宽对美市场准入等问题也迟迟不能得到满意答复。过去几年，这个美印关系双方是眉来眼去，所以升温是比较明显。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互的这样一个战略借重。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印关系这种频繁升温的背后，其实也有很大的这个不稳定性因素，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短板。比如说美印之间的这个经济合作
那么应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美印在这安全上应该说也是存在一些分歧的。与此同时，就在周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抵达了新加坡，将先后访问新加坡、越南以及菲律宾3国。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汀在飞往新加坡的途中，任命拜登政府的一位主要中国问题专家伊利拉特纳为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最新助理国防部长。在过去的6个月里，伊利拉特纳领导国防部的中国特别工作组审查了五角大楼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奥斯汀称之为推动未来政策计划的宏伟工程。事实上，此次出访是奥斯汀在任内的第2次亚洲行。今年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曾先后出访了日韩等美国在亚洲的传统军事盟友国家，并就亚太军事同盟的巩固交换了意见。在此期间，奥斯汀重点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其先后抵达横田基地以及六本木基地，对驻日美军现状进行了考察，并接受了基地指挥官的汇报。随后，在日本防卫大臣的陪同下，进行了2+2例行防长外长会议。时隔数月后，奥斯汀再次对东南亚等国进行访问。另据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8月可能到越南和新加坡进行访问，详细行程尚未敲定。那么此前是访问了像日本、韩国、印度，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国家。特别是包括积极的拉拢这个韩国。那么这一次呢，是东南亚国家，应该说是印太战略的这种外围的或者是不那么重要的国家。那么总的来说是要拼凑一张更加紧密的网，来给中国施加更大这样一个压力。好的，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如果说中美关系还有转圜的余地，那么为什么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分别到东南亚和印度访问，给人一种分化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搞离间的负面观感？您怎么看？美国方丈访问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及菲律宾3个国家，那么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和东南亚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分化东南亚国家，利用南海问题呢，要这些国家进一步靠拢美国，离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越南和菲律宾呢，都是与中国有这个南海争端，而且呢是2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美国方长呢把这2个国家作为访问地，这目的呢是掩饰不住的。而国务卿访问印度，一方面呢是要拉住印度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大先锋，因为美国对印度超级疫情爆发呢没有多大的帮助，这印度人呢是不高兴的。二是要力挺印度总理莫迪，莫迪呢在防疫抗疫之中呢，这个民意支持率是大幅的下跌，但是呢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呢却很有热心，所以呢这布林肯呢就去印度了。但无论如何这个美国围堵中国的野心没有改变。你说的那种感觉呢，这也是对的，就是呢美国暂时搞定欧洲以后开始呢向印度、东南亚推进，来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东南亚国家是否会掉入这个美国的陷阱呢，还需要继续的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呢把东南亚、印度当成是比欧洲更为关键的战略区域，派2名高官呢访问该区域，就是强调这里是美国战略中的重要部分。那么可以预见呢，中美在东南亚的地缘争夺今后呢会日趋激烈。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英国航母打击群千里迢迢来亚太搅局，现在已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消息，上周六上午11时57分，卫星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正向南海方向机动，已经进入南海。也就在这个时候，有美国媒体竟发文怂恿英国航母冲进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以此来验证所谓美英关系。分析指，如果英国军舰真敢这么做，中国完全有理由对其发起军事行动。周一，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其推特账号上发布了一张图片，显示一架 F-35B 舰载机停在其甲板上，远处的城市正是新加坡。而这也意味着5月底从英国本土出发以来，一路上磕磕绊绊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已经进入中国南海了。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最初由2艘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2艘护卫舰、2艘补给舰和1艘机敏级核潜艇组成。另外，这个航母打击群中还包括1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1艘荷兰护卫舰。
按照英国之前的规划，这个航母打击群在亚洲范围计划沿途停靠包括阿曼、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港口。不过，航母还没到亚太海域，英国人就把刷存在感的戏做足了。比如，英国国防大臣日前访问了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总部以及日本。英国与日本发布的联合声明中特意强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9月抵达日本后，英国将在该地区永久部署2艘军舰。由于英国在亚太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海军基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以及之后永久部署2艘舰艇，很大可能要分散部署在驻日美军基地和军港。就是南海是有很宽阔的这种公共的航道的，就是如果你来，就是正常的穿越，关键是他跑那么大老远，他是带着议程设置，他给美国人看的，他就是来挑战你的，就是让你安全的，就是让你不舒服的，所以他这种挑衅性的、找事的，这是让中国人不舒服。他不是说我进行友好访问、进行救灾，哪怕是到其他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经过南海，这都很正常，但他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刻意为之，就是要给你看的。上周五，华盛顿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用美英特殊关系和前首相丘吉尔的话刺激英国皇家海军，渲染称当年丘吉尔阐述的美英特殊关系是否仍然有效，就取决于英国的航母编队是否冲进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文章称，美国特朗普政府大幅升级了美国海军在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范围内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拜登政府继续了这项活动，但美国的顶级盟友一直不愿意这样做。分析指，美国人的逻辑就是英国航母群必须用闯南海岛礁12海里来展示他们对美国的忠心，全然不顾让小弟当炮灰。但是以航母来论，美军其实都没有派过航母闯12海里，美军之前出动的都是驱逐舰，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好，但每次都被解放军组织海空拦截驱离。如果英国真的派航母闯12海里，那就是上了美国的当。就是不管任何国家的军舰，你只要是就是挑战影响到我们对相关岛礁的主权的这种主权安全，比如说违反我们的国内的海洋法律制度，包括我们关于无害通过的制度等等，我们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参考国际上的这种标准规则进行警告驱离。那么如果你有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会采取相应的这种自卫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出访越南期间也谈及南海问题，妄称英方反对中国南海9段线及有关岛礁的主张，支持2016年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此回应指，英方的表态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违反和歪曲国际法，蓄意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给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消极影响，是极不负责任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中方也将坚定不移维护与地区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发言人强调，南海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海上贸易的生命线。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一直保持着畅通安全。英方所谓南海航行自由受到威胁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英方派航母战斗群跑那么远到南海挑事生非、秀肌肉，加剧南海军事紧张形势，到底谁在威胁航行自由与安全？在21世纪的今天，英方搞炮舰外交早已行不通了。作为域外国家，英方不要把手伸得太长。我们奉劝英方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尊重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停止在南海挑衅滋事，停止损害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以免进一步干扰中英关系。其实，对于英国派出航母打击群前往亚太海域，甚至有可能闯入南海，中方早就有所准备。从外交上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之前曾回应表示，中方希望域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合作的意愿，不要采取使局势复杂化的举动。从军方反应来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也曾表示，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根本不存在所
所谓航行自由问题。任国强说，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看得很清楚，南海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域外。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多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贡献，而不要无事生非，制造麻烦。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经进入南海的英国海军卫士号驱逐舰6月23号在黑海西北部水域航行期间，进入了俄罗斯领海3公里。在口头警告无效后，俄军舰向其发出了警告射击。此外，俄罗斯一架苏24M 轰炸机也沿该英国驱逐舰的航向投射炸弹，发出警告。俄国防部当时强调，在开火之前，俄方已向英方舰船发出警告，但对方没有回应。在俄军发出警告射击后，卫士号驱逐舰驶离黑海水域的俄罗斯边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纷扰多时的英国航母进南海已经实锤，那么吴先生，您预判英国人下一步会怎么演这出蹩脚戏呢？实事求是的讲，英国编队再怎么落寞，那也是欧洲少有的能在万里之外投送兵力的队伍，也是脱欧之后英国屈指可数的硬实力。靠着这些资本，英国现行的全球化不列颠外交及安全战略，说穿了，是一种以英美结盟为基础，重心倾斜亚太，以联盟方式介入大国竞争的策略。然而呢，英国终究不是美国的第51个州，美国不可能全面照顾英国利益。同时呢，英国也不可能处处有美国罩着，也因此就造成了他在同中国打交道时充满强烈的投机性。这一点从70年前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朝鲜战争问题上，再到今天南海问题上，莫不如此。请看，英国航母进南海前夕，英国防相华莱士就开始攻击中国的南海主权，可背后的实力支撑却非常脆弱。为什么呢？请看英国航母编队的行程吧，基本是在东南亚的回顾航行，各舰分散去文莱、马来西亚等等有协防关系的国家访问，而且活动区域号称在南海，然而呢，却更靠近文莱、马来西亚自己的婆罗洲近岸水域，遵循着踩黄线不踩红线的套路。但我们也不能放松对英方某些冒险者蹭红线的警惕，就像他们在黑海所干的。但我认为，英国清楚叫板俄罗斯和叫板中国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在黑海，俄罗斯的优势仅止于军事，它缺乏同周边国家良好的经济、外交乃至文化关系。英国军事闹剧越凶，就越把局势弄糟，就越牵制俄罗斯。可南海完全不同，中国军事优势虽强，但更重要的是和本地区早已达成了止乱止战的共识。中国和东盟各国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关系深入人心，反对外部势力搅乱南海的认知高度统一，这就注定了中国有全方位的能力稳局控局，比英国近得多的美国、日本这帮挑事鬼搞南海航行自由都没成事儿，英国能有几分能耐？我再与大家分享一个观察的细节，就是看英国舰艇会不会玩美舰那套。比方说，在我南沙水域打着无害通过的旗号，在靠近我岛礁水域搞 Z 字形航行，或严重些，到西沙搞岛屿间穿梭航行。如果英方胆敢走这一步，势必会遭到我方依法依规的正义驱赶，就像之前对待美舰一样，是绝讨不了什么好处的。我还是奉劝一句，南海本无事，英国当自重。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